先回到70年前，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2次战役当中，由于后勤能力弱，志愿军第9兵团在严寒环境当中的非战斗减员严重，仅全员冻死在阵地上的冰雕连就至少有3个。但是呢，在7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高原抗寒装备方面的技术实力已经处于世界先进行列。近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给高原边防官兵紧急量身定制了首批防寒备装，包括防寒头套、保暖作训服、轻便防寒保暖作训大衣、防寒外手套、防眩光眼镜、防蚂蟥迷彩皮肤衣和多功能保温水壶等，共15个品种。那么这些备装呢，通过品种搭配组合穿着，可以满足高原高寒、高温高湿以及寒热大跨度交叉等不同地域环境备装保障需求，让高原边防官兵们在这个冬天会格外的温暖。那么在寒冷的天气之下呢，人体冷感主要是源于风的快速散热和水的快速导热。保持体温，一是要防风，尽量的减少风降温效应；二呢，则是要保暖，尽量的使自身的温度不散失。那么解放军的这套抗寒装备，按照排汗层、保暖层、防风防水层的3层穿衣法则组合，最低呢可以适应零下50摄氏度的寒冷气候。首先，排汗层采用了多孔共聚酯仿麻材料的吸湿快干内衣裤，不仅可以迅速的导出汗液，又可以避免低温冻伤。保暖层呢由多种衣服组合而成，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组合使用。抓绒衣裤保暖轻便，快干易打理；羽绒保暖棉衣裤权重不到1斤，还可以压缩携带，轻巧方便。新式防寒头套和保暖棉背心保暖性能好。防风防水层呢，主要有2件装备，包括派克式保暖作训服和轻便防寒保暖作训大衣，外有星空迷彩，符合实战需求。那么除此之外，新型的多用途雪地伪装服也非常的亮眼，形象类似智取威虎山身披白色伪装披风穿林海跨雪原的官兵。这种20式多用途雪地伪装服采用锦纶加抗静电丝新型涂覆技术与雪地迷彩结合，有效地提高可见光与近红外隐蔽性。除此之外，这批新型的防寒备装当中最显眼的呢，就是新型的单兵睡袋了。它是一款集单兵帐篷、睡袋、睡垫功能于一体的全新装备。这款睡袋采用了内外双层设计，外层呢是具有防水防风功能的伪装层，其头部呢还有金属支架支撑。内层则是填充了1300克的防水灰鹅绒的保暖睡袋，最下方呢还有柔软的充气垫层。比起传统的睡袋、帐篷等设备，这款单兵睡袋帐篷的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但是呢却更加的保暖。它不仅有效减轻了单兵的负担，而且呢还能够抵抗零下40度的低温。而且由于它不仅在伪装层的外观上采用了星空荒漠迷彩，注重了对光学器材侦察的伪装，而且呢在材质上它还采用了防红外设计，注重了夜间对红外夜视仪的伪装，所以它拥有全天候的伪装能力。另外呢，这一批防寒备装网红装备还包括20式的防寒靴。这种新型防寒靴呢，采用了耐低温发泡中底、专业的高海拔登山橡胶大底等新材料，总重较07式的防寒靴大幅的减轻。在鞋头、后跟与双侧脚弓位置加入了防磨、防踢片，保护脚趾、脚跟、脚踝，提高了使用寿命。在山内面的同行们还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军方还在满世界的买过冬备服，而解放军的战士呢，已经穿上了国产新型防寒备装，这是我们强大后勤实力的展示，更是前线部队保持战斗力的保证。前期我们已经为新疆、西藏的边防官兵配发了19式边防巡逻备装，主要有保暖内衣裤、吸湿快干衣裤、多功能水壶等15个品种。目前我们针对高原高寒地区的官兵紧急生产了一批高原防寒物资，主要有羽绒作训大衣、羽绒睡袋、轻便防寒靴等5个品种，目前已经开始发放，预计11月上旬发放到官兵手上，确保官兵温暖过冬。印军方面看到解放军过冬设备齐全，只能进一步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大采购，并且在军事合作上进一步加深捆绑。近日，美国和印度第3次外长和防长2+2对话会在新德里举行，双方正式签署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印度媒体声称，新协议将使印度能够共享美国的地理空间情报，提高本国自动化硬件系统以及导弹、无人机等武器的打击精确度。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印签署这份协议后，将向印方出售更多先进战机和无人机。印度和美国现在的围绕着包括卫星包括空间信息的这些相关的合作呢，更多上还是一个形式大于实际内容的这么一种表态。分析指，美印签署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标志着美印1+4防务合作架构已基本搭建完毕，已达到准盟友级别。此前，美印在2015年签署新版10年期美印防务关系框架协议，并在2002年、2016年和2018年相继签署一般军事信息安全协议、后勤交流协议、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3大防务合作协议。从美国来说，它需要印度在印度洋这个方向发挥作用来围堵中国。那么从印度来说，它希望在它的这个力量能够借助美国向西太延伸。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在中印发生冲突的时候，也希望美国能够给予它更大的支持。我想，这正是美印军事合作这个深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